哎，嗯，这是他们。啊？哦，那个石原还在确定。你认识？岂止是认识啊！怎么是他呀？放出来了。我问啊，他是谁呀？这个人叫齐卫东，以前呢是梅市口一带的流氓头子，被抓起来也是以涉黑定的罪。我记得那会儿他有一个老母亲刚刚去世，进去以后，他老婆也跟他离了，带走一个女孩，差不多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吧？我，听起来你们很熟嘛？嘿，这孙子啊，就是当初我和老关给送进去的，熟透了。刚问，昨儿早上放出来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2点左右，瞳孔浑浊与尸僵程度也相匹配。看来他出狱之后连24小时也没坚持住啊。这么多刀伤，会不会是仇家报复啊？不只是刀伤，像这样的打击伤有好几处，而且刀伤有戳刺伤和划砍伤。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把凶器，得回去进一步做尸检确认。看来是不止一个人。那行，人归亚南，啊，现场留给技术队。老关，咱俩去溜一圈去，重温一下当年搭档时的光辉岁月啊！那我呢？跟着。兔崽子们，赶紧滚！快走，走，跟着。周队，咱有话好好说嘛。这帮孙子以后再敢来，直接报警啊！走。废话，赶紧走。呀，关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打着清欠公司的名号放高利贷，姚吉，你小子又想念看守所了吧？哎，周队，您误会了，这帮哥们来这玩的，不是像你说那样。我们找你打听个事儿，麻烦你配合一下。没问题，您随便问，只要我知道。抽烟。这。没他妈征求你意见。大姐，这进展如何啊，这个？周显他们呢？哦，周队啊，他跟关队去走访这个原先齐卫东的那些小弟去了。啊，这案子要是牵扯到涉黑啊，分分钟也就破了。外面怎么了？哦，刘队回来了。啊，刘队回来了。嗯，山西的活儿忙完了。那可不，这犯人都抓回来了。那你还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老大去？嗨，等周队回来见着不就知道了？你说见到你老大身边有一个关宏峰，不知道刘队会怎么想啊？我先走了。他俩有事儿啊？啥事儿啊？关你啥事儿啊？你老大昨儿出来了，知道吗？瞧，您诈我不是？昨个就是我带兄弟们去接的，后来我们一块儿吃了饭，跟哪儿吃的？跟我那儿啊，吃的火锅。然后呢？然后，这东哥出来，我心里手头比较紧，我就给他塞了1万块钱。我心想，哥几个将来还得在一块儿混，不是？你小子这么好心，给了他1万块钱。周队，您这么说我就不对了。东哥虽然进去蹲了几年，但他必定曾经是我大哥，大大小小都罩着我。咱做人得讲良心，不是？是得讲点良心。然后，这饭吃了一半，钱他收了，但是我看他挺着急的，他说他得走，我就没拦他。再然后，没然后了。不过我琢磨着他钱花完，他还得过来找我。哎，你们这还问这事儿干嘛？不会东哥后来惹什么麻烦了吧？那倒谈不上。你知道这个齐卫东在外面有什么仇家吗？这都什么年月了？市场经济的时代，大伙儿都一门心思挣钱，谁还为点小恩小怨扯那淡去？直说了，就算在道上，
只要你不挡人财路，人家不会跟你过死娘子。都是那时代啊。那你知道昨天晚上齐卫东去哪儿了吗？那我哪知道去？不过要是让我猜，我想他肯定揣着钱找妞去了。你想，咱歇那么久，瞎他妈说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小子，你要跟我说半句假话，我回头我……哎呦，周队，您放心，你借我俩胆儿，这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我干嘛骗您呢？行了啊！告诉你，放高利贷这事儿别干。 啊！你要真进去了，10年之后，你这帮兄弟可不见得那么好心，还揣着钱跟门口等你，知道吗？得了。喂。亚楠那边差不多，让他回去。啊，走了啊！哎，周队，那个见着东哥，您跟他说要没饭吃，让他过来找我来。啊，我这儿有饭吃。估摸着你不用为他操心了。啊，慢走您的。 你好，你找谁呀？哟，小赵，欢迎来到我们长风支队啊！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赵倩，刑警学院研究生，今儿刚从市局调过来，曾经参与破获915连环杀人案和423的强奸分尸案，可谓是经验丰富啊。来我们这缉毒队屈才了。您过奖了，周队。哎，怎么回事？见美女都傻了是吧？欢迎啊！ 周队，高法医。哎，师姐，你是在技术队呀？不是每个女生都有机会被分到外勤组的。早就想向你请教了，以后终于有机会了。客气，还得需要你多照顾。我？哦，对了，高法医让您过去一下，说是验尸结果出来了。哦，那我小赵，我先去啊。哎，小李，带他熟悉一下啊。好，师姐再见。 这老哥死的还挺复杂，左肋下、左肩和右侧腮腺与颈动脉的交界处都有明显的打击伤，35处刀伤中有34处是划砍伤，还有1处戳刺的贯通伤。是先挨的打？对，你看靠近右侧斜方肌位置的伤口，伤口覆盖的软组织损伤，伤口的出血情况也很符合打击伤的创伤分布，说明从顺序上打击伤在前。 啊，不过这要是涉黑斗殴或是仇杀的话，实在是复杂了一点。死者先遭受了至少3处打击，打击力度很重，但并未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34处划砍伤中，从足踝到膝窝到腹股沟，一直到颈右侧斜方肌，刀伤遍布了整个身体，其中9处静脉破损，4处筋腱割裂，但是却避开了所有的脏器和动脉。即便这样，开的口子实在太多了。 失血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死者在咽气之前至少失去了体内1/4的血液。就是说，有人先打了他，然后再用刀戏耍似的在他身上左划一刀，右划一刀，最后再……也许吧。不过最后的致命一刀从左胸刺入，凶器贯穿了肺叶、心包、左心室，割裂了主动脉、左肺动静脉、降主动脉和肺动脉主干，可以说是无药可救的致命一刀。 从创伤入口位置的形状来看，凶器应该是一把宽约3厘米、左右对称、中极高、逐渐向两边变薄的利器。说白了就是把匕首。我只能描述凶器的形状是什么，你们来判断。法官，你怎么看？哎，我跟你说句话，来。 老管，别每回一有案子就端着，行不行？啊！
我问你，咱俩的约法三章还算不算数？卷宗呢？队里的规定你是知道的吗？命案优先，咱有案子先办案子行吗？啊，这样我肯定给你看。你放心，每一个字儿，每一张纸，我都替你存着呢。谢谢。咱这把现场勘查情况汇报完了，我就带你去我办公室去看卷，行吗？哎，你真是的，这案子又不费劲，天天办了也费不了什么时间。尸检你也看了，戚卫东的死绝不简单。划砍伤跟戳刺伤不是同一把凶器吧？显然不是。划砍伤口创面有一致的深浅过渡，应该是一把刀刃有弧度的利器，比如水果刀一类的，应该只是单侧开封的那种。哎，你不是不管判断凶器吗？凶器虽然不是同一把凶器，但似乎惯用手都是右手，凶手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前34刀避开了要害，最后一刀却这么致命。光是一次戳刺不可能造成那么多位置并不重叠的动脉割裂，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从解剖所见，凶手刺入后还拧动过凶器，增加了体内脏器的创面。这就对了，两种伤口，两把刀，两种动机。那我们就要找2个凶手。那之前的打击伤呢？有可能是他在碰到2名凶手之前还和什么人打过架，而且他喝了酒。是否是酒后得看血检，不能靠主观揣测吧？血检倒是还没做，不过您不觉得一进屋就酒香四溢吗？这儿，情况汇报完了吗？足迹勘验结果呢？还在排查，3天以前应该可以送给您。大概什么情况？不乐观，周边的走访做得怎么样？还在等各外星探组把报告送上来。不过第17页列了走访清单，地区派出所的报告会在晚上送过来。新来的。啊，刑警学院的研究生。小周，负责记录。什么意思？耍我是吧？我耍你什么了？把女儿让刘长勇拿走了。我也没想到他会来那么一手。你放心啊，我会想办法，怎么着会给你个交代。今天早上，在体育馆南侧发现的男尸，初步确定是因涉黑被抓起来刑满释放的，叫戚卫东。他是昨天早上9点半被释放出来的。小南，介绍一下尸检情况。死者随身携带一个黑色的挎包，里面装有刑满释放的证明、过期的身份证、现金297.6块，其中6毛是硬币，白沙牌香烟1包，里面还剩6支。橘色打火机1个，钥匙3把，天宝电子商城的发票1张，开票金额是7499，没有写具体的项目，也没有找到对应的物品，开票日期是昨天，还有薄荷糖2粒，应该是酒店赠送的那种。案发现场发现的死者随身物品全部都在这儿了，照片和清单都有编号，您看一下。案发现场在本区湖泉路以西的老城区，这一带建筑风格错落，不能以通常意义的道路来定义出入口，
凶手可以翻墙、走后门、穿过院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在这片区域里移动。一条南北的胡同，离南侧主干道约75米，向北延伸有3个出口，每一个路口均有固定的障碍桩，基本上可以排除了机动车出入的可能。我们经过了初步的走访，发现本区域为民居区域，有1半以上的房屋出租给了外来务工人员。地区派出所今天晚上会把人口登记表送过来。案发现场半径300米以内有5处监控录像，基本上覆盖了自案发现场往周围辐射4个路口，其中有2个是交通监控录像，有3个是安防监控露台。监控资料已经在调取中了，不过还需要跟交管局方面协调，需要进行时段切割，应该明天就会送过来。目击证人走访情况怎么样？派出所还在走访，目前没有任何进展。建议根据物证信息还原被害人遇害路线和途经场所，扩大走访范围，争取找到目击线索。先这样吧，以被害人齐卫东的尸体的情况，结合周队走访的状况来说，我们目前掌握的是齐卫东昨天晚上应该是和以前的一个叫妖姬的小弟喝了酒，而且喝的并不多，但事后呢和2人以上发生了肢体冲突，时间是他在遭遇真正袭击之前，而且我不认为他身上的打击伤是那会儿留下来的。说白了，妖姬派去找他那2个小弟，确实让齐卫东给揍了，但之后齐卫东自己也挨了打，打他的是个行家。哎呦，但是那个用刀的那个也是个行家，34处划砍伤力，仅有2处看起来像防卫伤，也就是说，齐卫东在面对这名凶手的时候，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同意技术队刚才的建议，跟进齐卫东的遗物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各外勤探组走访时，务必要结合物证信息，争取找到突破口。哥几个，卖卖力气，散。你还好吗？怎么是你啊？你是被害齐卫东的女儿。大叔长那么大，跳舞呗。没想到隔了这么久，第一次见爸爸，居然是在这种地方。咱要不先做个笔录？对不起，请你节哀。都说爸爸跟女儿好，你爸对你好吗？你先去。舒腾，师姐，怎么了？有心事啊？刚去见了被害人家属，怪不得都说，女生根本不适合做外勤工作。我确实现在还不够专业，我需要跟着关队继续历练。哎，关队，技术队新来了一个女孩，叫赵倩，业务能力相当精湛，脑子不比周鑫差，一定得小心一点。颜值高啊！她现在属于技术队，但她向往外勤工作。哥，不能随便来一个人，咱们就紧张兮兮的，咱还活不活了？你别小看她，她是市局调来的，而且野心不小。外勤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一旦破获大案要案，晋级和立功的机会特别多。相比做机关熬资历，来外勤搏一把是实现3级跳的好办法。我想他应该不会放过你的案子。
派出所和监控的汇总到了吗？哦，我正准备拿给您。放在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好。这是暗房监控拍到的，凌晨1点17分，齐卫东走进案发地点。这是12分钟以后，凌晨1点29分，另一名男子走进案发地点。不太清楚。这是灯光问题，因为监控拍摄目标位置的路灯坏了，所以我们尽量的做了技术处理，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后者什么时候离开的？这是2点08分，在胡同西北口路口处，再打一辆车，像是同一个人。案发的时间倒是很吻合。这出租车的车牌号是多少？这次是角度问题，车牌中间有2个号码看不清楚。我们已经尽量做了技术处理了，但是因为当时这个车辆没有违章，所以监控也没有触犯闪光灯拍摄。这个简单，可以把这个号段报给交管局，看看能不能发到下面各出租公司，然后再查一下这个号段都有什么出租车，再逐一筛查。好，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哎，用不着那么麻烦吧？啊，沿着车辆行驶的方向调取沿途的监控，总会有合适拍到的角度的。啊。哎呦，滚开！他妈啥呀你！法官，对这有什么看法？其实咱们对案发现场周边的走访还不够透彻。那行，那我再带人亲自摸一下。我也跟小周出去转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沟通吧。好。找你有点事儿。什么事儿？你怎么这？你怎么？哦，对了，老刘忘了给你介绍了啊，小周，咱们队新来的，刚毕业的学生，现在给老关当助理。小周啊，这是咱们的刘副支队长，老资历，跟他好好学习，知道吗？你搞什么名堂你？我搞什么名堂了？什么意思嘛？哎，你什么意思啊？周，真是啊，这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着？关老师，我去开车。你看这老刘，这是吃了枪药了，今儿啊！师傅，这刘队跟小周是不是？关你屁事儿啊！好好干活啊！周支队长，周支队长，咱们明人不做暗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哎，老刘，你这唱是哪段啊？成天对我对吗？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那个周队，我们先开车去。啊，你们先去。来，钥匙。彤彤是我女儿，你把她调到队里来说，不知道吗？谁？周如彤？你别闹，人家姓周，你姓刘，怎么成你闺女了？你为什么把她调给华无方？外勤培养个女刑警，那可不容易啊！啊，这孩子能吃苦，好学又上进，我让他跟着老关锻炼锻炼，这对他有长进啊！啊，再说了，老关的破案率在咱全队，哪怕是全市都是最牛的，对吧？你我绑一块都比不了他。我给你女儿找了一个这么棒的老师，你有什么不乐意的？关红红的弟弟关宏宇是灭门大案的在逃犯，这么大的案子，万一出了事情，肯定牵扯到我们家彤彤。你周巡能负得起责任吗？哎，别，这可是他自己的意愿啊！咱们支队是讲原则、讲立场的，特别是你，
身为支队长，不能因为破案就不择手段，甚至把犯罪嫌疑人的亲属，而且是被支队开除名的人员拉到队伍里来。你别忘了你的职责所在。职责所在？你还记得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吗？啊，刘长勇，我告诉你，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和财产的安全。在这个职责面前，别管是关峰他的地，还是他妈你和你闺女，都给我靠边站！你有这功夫，见天的琢磨人，你多琢磨琢磨案子，也对得起你这一都的警衔儿。这话又说回来，您给这个刘队他女儿这么好的机会，他又何必这样？有病吧？这孙子怕事儿。哎，师傅，这个周游童既是关队身边的眼线，又是刘队的软肋，您这招高啊，一石二鸟啊！就你聪明是吧？不是。靠！现在知道着急了。当初他姓刘的抛妻弃女的时候，怎么不好好想想他的宝贝闺女？真的假的这事儿？那这事儿是不是得保密呀？只能包得住火吗？懂了。俊，高法医，还没走呢？没有呢，找有事。齐卫东指甲里残留的皮肤细胞检验结果出来了。不是应该给周巡他们吗？对，但是关队说，齐卫东生前应该受过不止一个人的攻击，可是这份检验报告里只有一个人的 DNA， 所以我想，可不可以多拿几份检材，看能不能检验出不同的 DNA？ 有道理。先拿这些吧，如果到时候检测出不同的结果再来找我，还够做好几次呢。周巡把你们这帮尖子生拢到支队，估计下了不少血本啊。我自愿的，能在这儿工作，有更多机会向您这样的前辈学习。没错，能有更多机会倒是真的。不好意思啊，出去一趟。
冤家路窄。7年前呢，我把他给送进去了，这不是有点记仇吗？哈哈，啊，来。师傅，咱都走2小时了，你这黑灯瞎火的，这走访谁呀？咱废话，齐卫东就是后半夜被害，只有这点没睡的人，才有可能目击到案发情况的，知道吗？哦。啊。哎，师傅，那个缉毒队新来那小赵能力好像还不错啊，还可以吧？你说咱们外勤组其实应该也招一个这样的。发情了是吧？哎，你们几个穿制服，别过去，上车等着啊，把队长开开。好，走，往啊，收起来，收起来。哥哥，按摩呀？哟，听口音，天津人。你也是啊？哎呦，巧了，嘿，给我这兄弟啊，给我这兄弟送个送个。啊！来，你快来吧，你快来吧，哎呀！哎，拉什么帘啊？哎不，我自己脱，我自己脱，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呀，没事啊，大小伙还嘛秀？来，躺好。来，姐给你好摁啊。怎么着，兄弟，我这手法不错吧？我跟你说啊，来我这儿一般来一回准响第2回，这力度行不行？再使点劲儿。平时腰不好啊，兄弟。哎，我说大姐，你这地儿可够背影的，这要出事儿咋办？这个还行吧。哎，你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呀？旁边胡同死了个人。哟，怎么死的呀？被乱刀砍死的。你咋知道？嗨，唠嗑唠来的呗。谁给你唠的呀？哎呀，满大街都传开了，谁不知道去？问你个事儿啊，昨儿晚上1点多到2点多，你都接待过什么客人？问这么多，警察呀？还真巧了啊！还真警察呀？你也是？嘿，我这开业这么多年头一回啊，一会儿免单啊。行了，正经点啊！这时间段接触过什么人？1点到2点。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临关门的时候来了个男的。大哥，按摩呀？大哥，别找了，就剩我自己了。多少钱啊？80。80。瞧您用这手机，不像差钱的人啊。警察同志，我跟你说啊，那手机他肯定是偷的，根本就在我这消费不起。他走的时候我追出去了，鬼鬼祟祟就把你手机从手机袋掏出来，揣口袋里了。什么袋儿？白色苹果手机袋。袋儿呢？这我哪知道哪去了，扔了呗。来，接着按摩呀。行，走了。2公里内的垃圾桶给我挨个翻，找一个白色的苹果手机袋。收到。干活，起来，干活了。进来。周队。通过调取周边主干道的监控录像，我们发现了一辆车牌号为港 B81433向阳公司的出租车，应该就是承载嫌疑人那辆。联系到司机本人了吗？正在来支队的路上。现场足迹勘查情况怎么样？现场倒是没有发现可以建模排查的足迹，不过从死者的遗物中提取到了几组指纹，不知道对排查嫌疑人有没有帮助。从什么证物上提取的？钞票和硬币上。流通货币上的指纹价值不大，如果凶手碰过钱的话，那么应该把钱拿走。既然没拿走，
钱上的指纹不见得是凶手的。我再跟司机聊再说啊。要醒了，等会儿啊。怎么是你啊？我这在哪儿啊？不是，这是干嘛？我让你给逮着了？你什么人啊？哎，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那个，抱歉啊，肯定是误会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是警察吗？啊，你看你这，人家都是警察抓贼，你这东躲西藏的，哎呦，我真没看出来你哪点像警察呀？你这让我跟你解释多少遍？你不是看过我证件吗？那也不是你的证件呀。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啊，我是正在办案呢。哦。然后误打误撞，我就稀里糊涂就跑到你们家来了，好不好？这真的是个误会。你把我捆成这样，这成何体统啊？你赶紧把我放了行吗？别影响我出去为民除害啊！快点。哟，对了，你说如果我现在要是报警的话，算不算是也是为民除害呀？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干什么呀？啊？就这个意思。那人中等个，20来岁，剃个圆头，看着不像什么好人。去哪儿？往前开吧。那最后在哪儿下的车？我拉着他满城转悠，开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最后。行，就这儿吧，我到了。我知道就这么多了，我今天俸钱还没赚够呢。走，送你去。昨天晚上我跟老婆吵架了，就没回家，所以在店里看电影了。没想到这么晚居然还有人来。谁啦？这么晚？谁啦？干嘛？关门了？手机，要吗？我看他卖手机挺着急的，一想应该不是正经道上来的，所以就跟他说3000块钱，没想他居然卖了。手机还在啊，在，就这个手机。这个作为物证，我们就先带回去，好吧？好，两位慢走。这小子叫王辉，总号称自己是满清一少，其实是扯淡，所以绰号叫阿满，也就是所谓的满哥。石家庄人，无业，没有固定的住所，
父母也是金港人，但是他很少回来，一回来就是要钱。他曾经在塔山的一家台球厅工作，没干多久，因为偷店里的东西被开了，后因寻衅滋事和盗窃被拘留过，这都是近2年的事儿。周队，技术队一直在联系，但是王辉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把他最近的通话记录都给我调出来。好。喂，喂，师傅，阿满家查过了，没人。你给我24小时盯着，看他什么时候回来。好。这塔山妖姬不是也混那边吗？废物！他妈个人做不动，做不动！废物！鸡哥，鸡哥，警察来了。哎，你们打没干嘛？哎呦，少给我废话啊！王师爷，别动！对，对不对？老实点。看我这撂谎是吧？啊，那个绰号叫阿满的是跟你混的吧？周队，我怎么能骗你呢？你说的是？我说的是那天晚上，齐卫东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他！哎呀，周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天晚上齐哥跟我在这儿吃的饭，我给他撂了1万块钱，后来我就没有看上。重说。周轩，不要欺人太甚。我对你们穿官服的人都是非常尊敬的，别以为我好欺负。咱们谁都有家有业的，有爹有妈的，啊？说你傻吧，那就流鼻涕，威胁公安人员。我告诉你，我要是没把全家人的脑袋别裤腰带上，我不敢干这活。重说。周队，我们混这圈子里边的讲的是仗义，别操蛋。好，我说，小满，全名叫王辉。说点我不知道的。真他妈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行，扣上，带着，全都带走。周队，干嘛非得弄成这样啊？多不体面啊！抛开立场不讲，我敬你是条汉子。但他妈做人得讲良心吧？你这算怎么回事啊？我他妈什么事儿都没犯，你什么事儿都能往我身上赖？妖姬这儿可能是问不出什么来了，要不问那些小弟？问过了，也什么也没问出来。个个装的跟义薄云天似的，肯定通过气儿。我却是。那天晚上王辉跟你们在一起吗？
警察叔叔，我都说了很多遍了，那天晚上满哥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呢。后来呢？后来你们也都知道了，散完以后各自回家了。妖姬为什么给齐卫东拿1万块钱？齐卫东，齐哥以前是鸡哥的老大，鸡哥这个人向来很仗义的。他是不是让齐卫东给他送什么东西啊？送什么东西能赚1万块？警察叔叔，要不你给我介绍介绍？你卖过粉吗？我告诉你们几个，你们那点破事我早就摸清楚了，都给我老实点，听见没有？赶紧说！那天晚上，满哥和我们在一起吃饭，吃完饭撤了，他说去找小姐，后来没有找成，鸡哥打电话把他叫走了。几点钟啊？大概1、2点钟。妖姬说她喜欢嫖娼，是这么回事吗？还真是，那小子恨不得天天干。他经常去哪家？他好像跟我说过一家，还给了我一张卡片。对，就这个。目前可以拼凑出来的是，那天吃饭，齐卫东从妖姬那儿接了1万块钱的活儿，但是齐卫东拿了钱，活儿没接，最后不欢而散。半个小时后，妖姬跟王辉联系，把他叫走了。然后呢，妖姬让他去拿货地点，是距他们吃饭地方不到3公里的岳庄桥，也就是案发地的附近。再结合发廊那娘们儿和我说过，王辉当晚出现过，王辉又是妖姬的小弟。所以，齐卫东、妖姬、王辉，他们3个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联。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贩毒的？喂，他在妖姬地方发现那小子贩毒。我就是随便一炸，没想到还真炸出来了。要这么说的话，妖姬一开始让齐卫东去送的就是毒品，齐卫东不干，所以他让阿满去。周队，这是王辉近1个月以来的通话记录，我们发现有一个号码特别可疑，通话记录频率特别高，1个月40多次。这不就是卡片上的电话号码吗？40多次，够猛的。你们2个人把这皮条客给我揪出来。嘛？我们俩？对。啊，对了，死者指缝里边的 DNA 查出结果了吗？目前出来的3组结果跟第1组 DNA 相同，剩下的结果还没出来。行了，既然已经锁定目标了，你说过，翻垃圾的事儿都是你来干，我先走了。关老师，周迅不是让你去找人吗？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还是想问您，您是怎么知道他们俩是毒贩的？我刚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难道你认为我在撒谎吗？您是不是特别讨厌周队把我安排在您身边啊？如果你说的是周迅让你盯着我这件事儿，没错。
但是我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汇报给周队。您看，这怎么了？这个时候您在出现场啊，但这个送到家里的外卖，你有打过丁灿电话吗？打过，号码显示是一串16位数字的网络拨号。那你有想过为什么吗？因为他从来就没打过。在结案的时候，我跟周巡都推测过了，高远在袭击我之前，特意趁我不在家上门摸过点儿。他要在上班的时间外出，肯定是需要理由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不存在的送餐。去找周巡归档吧。可这已经结案封档了，这个。你有想过周巡为什么派你盯着我吗？因为你是刘长勇的女儿，所以才让你来的外勤。大家都看得出来，凭你的素质，根本没有能力在一线。大家都很忙，也只有你有时间干盯梢的事儿。你盯着我无所谓，但是你要记住，在一线，千万不能主观臆想，别给大家添麻烦。关队，喂，哥，你怎么还不回来？天马上就黑了，出什么事了？队里有事儿办住了，往家走的。要不你先找个亮堂地方待着，我过去找你，你扛不住的。太冒险了，我自己想办法吧。喂。该做的都做了，你也别太焦虑了。咱俩好久没吃饭了，一块吃顿饭吧。吃什么呀？回家做碗面得了。
马上，管你屌事儿，滚！我不认识。走！救命！走！别动！我他妈没办法，你们抓我干什么？放开我！我是好人，放开我！那你刚才在干什么呢？不是，现在警察连我家务事都管，是不是？那是我老婆。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老婆，我错了，老婆，你跟我回家吧，我以后再也不堵了。老婆，老婆，我错了，你快跟他解释解释啊！我不认识你。老婆，我错了，老婆，你跟我回家吧。我不认识你。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他是跟我抢生意的。警察同志，你别误会，我是来出差的。带走吧。走。你别跟着我，自己能搞定。抓着了。好，队里见啊！哎。皮条可抓着了。抓着了。小周这事儿干得不错，回队里审。给队里打电话，让那个皮条客赶紧联系王辉。这个王辉很可能患有性欲亢进症，简单点说就是性瘾综合症。一旦发作了，跟毒瘾差不多，焦虑、狂躁不安，甚至有可能出现性情大变的情况。他已经4天没有联系皮条客了，现在正是引蛇出洞的好时机。快点！喂，王辉上钩了，约在岳庄桥见。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先到岳庄桥吧，啊，我们在那儿会合。喂，我是关宏峰，你听好了，你们约好的那个王辉是个毒贩，身上肯定有枪，而且他藏身的窝点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所以贸然行动风险会很大。你去找刘长勇，让他派一个外勤的女警察过来，假装妓女去摸一下情况，啊？哎，我跟他说。哎，对了，你跟老刘说啊，让他派2探组的孙小燕去执行这次任务啊。你有想过周迅为什么派你盯着我吗？因为你是刘长勇的女儿，大家都看得出来，凭你的素质根本没有能力在一线，别给大家添麻烦，别给大家添麻烦。周队，我申请来执行这次任务，现在时间紧，调人至少要半个小时。我可以的，我能做到。如果你有办法让彤彤离开外勤，你弟的案子，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好，那你多注意安全。什么意思啊？他要自己去？对。你同意了？哎，老关，你什么时候对徒弟这么心慈手软了？啊？他要真有个闪失，有谁帮你盯着我？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指挥中心，我是周巡，岳庄桥以东布控现场，布控预案编号 BX153，请求增援。收到，请具体说明情况。布控目标可能是涉嫌毒品犯罪，请求武装支援。布控目标内是否发现了武装人员？现在还没有，但很可能会有。九逼收到，能否提供？哎，有没有完啊？啊，10几个兄弟，就我别着一把枪，这要出来扛 AK 的，我们全是活靶子。赶紧叫巡查和特警来增援。周巡，情况收到了，正通知防暴队，巡查那边4辆车已经出发了。哟，谢谢领导。哎，巡查的弟兄再有几分钟就到，不要轻举妄动，注意安全。还有，你小子以后给我注意电台纪律。明白。哎。我去上个厕所。哎，老哥，一块儿吧，我也想去。哎，咱俩得留一个人等周书童啊，要不你先去吧。行，算，你先趁我走，你先趁。你没事啊，哥？啊？别管我没事。听我说，个案呢已经被周巡监控了，今后要格外小心。还有刘畅友、大友，如果不想办法把周书童赶走的话，他会在安全的事情上给我们提供方便。对他来说，没有比他女儿的安全更重要了。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再有，我跟周巡去了大堂口，吃了我最爱吃的油泼面。马上要布控抓那个王辉了。王辉是个毒贩，身上可能有枪，所以
贸然进去会有危险的。从我们对王辉和皮雕刻1个月以来40多次的电话监控来说，我们分析这个人应该有性欲亢进症。现在正是他性瘾发作的时候，也是诱捕的最佳时机。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啊，对了，周树桐主动要求假扮妓女去王辉的窝点打探虚实。一会儿你在布控现场测样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周树桐去了，你答应的。时间不多了，你赶紧出发吧。出门要快，一直走100多米左右，然后对面路口，我跟他们说我是出来上厕所的，过去吧。那你没事啊？放心，没事。丁字路口35度方向最安全。行，明白了啊。哎，老关，那个王辉要求皮条客亲自把妓女送到路口，说到那儿再联系，而且还不许妓女带手机。周儿怎么了？车里换衣服呢。这样行吗？窃听器带了吗？听好了啊，你现在叫莎莎，23岁，大学毕业，刚入行，是个新人。等一会儿进去一定要见机行事，观察环境以后，跟我们保持联系，迅速发出信号。我现在跟你对一下行动暗号。你真帅，就代表里面只有王辉，没有别人；你真行，就代表他没有武器。只要你发出这2个信号，我们就会立刻行动。可如果现场情况……这个你放心。如果这2个事情可以排除，剩下事儿交给特警就行了啊。来，再对一下行动暗号吧。你真帅，代表里面只有王辉，没有别人；你真行，代表里面没有武器。哎，警察同志，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你去哪儿啊？告诉你，跟老子把戏演好了，你的账回头再算。来，把他放开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别耍花样，听明白了吗？走吧。周队，他们俩已经进那个9号地下室了。好。哎，王哥。 人我带来了，不错吧？没骗你。新来的。叫什么名啊？莎莎。莎莎。多大了？23岁。大学生啊。 啊，刚毕业不久。你这衣服脱了吧，你不热吗？
哥，你真帅。是吗？你比他们说的都帅。啊，是啊。那他们还跟你说我啥呢？哥，你这是仓库吗？放的都是些什么呀？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刚才从走廊过来的时候，都快吓死了。来，妹妹，渴了吧？喝杯水。啊，我不渴，谢谢。你看，哥又不是坏人。操，孙子不会下药吧？嗯？行。这什么情况？不会他妈出事儿吧？哎，所有人注意，行动！我去，他妈谁呀？你是谁呀？哎，今天晚上的事儿，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给我自己掂量着办啊！醒了，喝点水吧。王辉呢？周队还在审，放心吧。关老师在哪儿？我去找他。你刚醒，再休息会儿吧。没事吧？当时你一直没发出信号，所以周巡判断可能出事儿了，我们一帮人就闯了进去。你那会儿晕倒在地上，不过还好，没事了，人也抓住了。关老师，您之前说我素质差，
配上一线。我就是太想证明给您看了。我也知道我现在不够好，我也不配上一线。但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的。虽然我知道大家都不想告诉我，但我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说半句假话，我弄死你！我说，那天在饭桌上，那东哥答应1万块钱替鸡哥送货，但是东哥听说送什么货以后，当场就翻脸了。爱他妈谁，反正我不去。嘿，什么年代了？快餐、快递、快捷酒店，什么都得快，赚钱也他妈得快啊！混江湖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道义规矩，能养活这帮兄弟吗？啊，阿曼，东哥到这。哎呀，东哥呀，你进去这么些年啊，我发现是不是呆傻了？脑子是不是呆秀了？啊，兄弟他妈在帮你，你知道吗？你把别人往火坑里推，我管不着。反正老子不陪你玩。没想到那东哥他软硬不吃的，还说要告发我们。鸡哥就不放心呗，派小飞和瘦子过去跟着东哥。没想到让东哥一顿打给打回来了。那个鸡哥就让我去送货，送货，然后我就拿着货就去那块儿，结果我就看见。喂，耀哥，出事儿了！我马上就给鸡哥打电话，问他该怎么办。鸡哥说让我在那等着，他马上就过来。过了10分钟，过了10分钟，鸡哥就到了。我本来以为鸡哥是要把东哥送到医院去的，没想到他就……你小子干的？我哪有那本事啊？那不知道什么人干的。耀哥，现在把他送医院还有救吧？这个。不是，耀哥，东哥以为砍他那个人是鸡哥派过来的，一睁眼一看到鸡哥就要跟他拼命，然后还说要把我们的事儿都给捅出去。这手机妖姬为什么没拿走？这个鸡哥嫌是死人东西晦气，就没拿。我拿了，还让他骂了一顿。砍人那人长什么样看清了吗？太黑了，没看清楚。不过那一瘸一拐的，应该是个瘸子。提审妖姬，我就不信吃不开的腿啊！把那个齐卫东的死还牵出来一桩贩毒案。
这算他临死做了件好事吧？腰肌这块骨头算是难啃的。总之，先让他把这命案交代清楚再说。徐卫东出狱之后，是打算做好人的吧？我说这大晚上的审什么审啊？要不让人睡觉了？不过你还别说，我觉得这儿还挺爽的，我都不想出去了。这回你可能真没机会出去了。说说吧，齐卫东是不是你杀的？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我真不知道。你他妈这嘴还真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吧？王辉该说的不该说的可全都说了。王辉，你炸我了！王辉这会儿指不定在哪儿搂着妞睡觉。王辉哥说你扎齐卫东那一刀的时候，可没这么磨叽啊。王辉说我捅东哥的。对。靠！丫他妈疯了吧？反过来反咬我一口。好，他不仁我也不义了。我说，我都说。各位，给我根烟。那天，我派俩兄弟跟着东哥，后来被东哥发现给打回来了，我就派王辉跟着。去完之后他就没信儿了，我没当回事儿。后来，大概凌晨2点来钟吧，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出事了要跑路，说我当时没多想，那他妈是假的。不过我没想到他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是说王辉杀的齐卫东？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反正在我看，这他妈就算个意外。王辉那小子衰呗。王辉碰到东哥的时候，正碰到东哥跟一人打架，那人拎着刀子，东哥身上中了好几刀，地上流的全都是血。王辉掏出匕首去帮东哥，结果那哥们儿还他妈挺厉害，一下就把王辉给制住了，顺势一推，俩人倒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王辉看到匕首正好扎在东哥的胸口上。那人一看这样，撒丫子就跑。然后呢？碰到这事儿，我他妈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大伙都是兄弟，我把兜里那几千块钱给他了，后来就没联系。王辉说是姚姬干的，姚姬说是王辉干的。唉，两个人咬来咬去的，到底是谁呢？不管是谁，总还有一个人，得把那瘸子找着。
喂。哟，找我什么事儿啊？喂，喂，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是来自首的。老伴儿。 那天晚上，你他妈，看你他妈还瞧得起我！臭丫头，瞧不起我！打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只想教训一下他，并没想杀死他，所以我划了他30多刀，都避开了要害。如果有人发现，1个小时之内把他送到医院，他就不会死。可杰卫东最后还是死了。你知道凶手是谁吗？我走了以后啊，又不放心，我担心，万一没人发现，他死了怎么办？毕竟啊，那个胡同太偏僻了。于是我就返回去了，我就看见了。走。先安排嫌疑人辨认吧。好。你也别太难过了，先喝点水。啊，谢谢。姑娘，我能麻烦你个事儿吗？您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从轻发落，也知道他一定不会跟你们说。5年前，我们全家开车出去玩，回来的时候，老耿着急回部队开会，结果追了一大货车的尾。我们的女儿小燕脑外伤，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脑死亡了。哎，
还是老公做主，说把小妍的心脏捐献出去。他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唯一的女儿继续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我也知道，他经常去酒吧看的那个人，就是当年接收我们小妍心脏的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耿说是为了保护那个姑娘，才对齐卫东动手的。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他。怎么样，顺利吗？出什么事儿了？问你话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周书彤什么样子？你是不是以为你把周书彤交出去就能换回真凶啊？你知道齐卫东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那一刀是谁扎的吗？你知道那30多刀是他妈谁划的吗？你以为你挺聪明是吧？到底是谁？说，毒品藏哪儿了？怎么着？我就是一 dealer， 还杀了人，反正都是死罪。要烧要剐，你们看着办吧。毒品，你们自个儿找去吧。你们警察不是挺牛逼的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嘴硬啊？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垃圾啊？那你弟呢？如果我是垃圾，你弟就他妈是狗屎。放心吧，我们很快会找到那些毒品的。根据最新气象分析，目前大气环流发生调整，副热带高压增强北抬，暖湿气流活跃，我市将提前进入梅雨季节，望广大市民做好防梅准备。5年前我做快递的时候，跟豹子哥打过交道，知道这伙亡命之徒有3个藏毒的地点：火车站附近的齐庄乡中转站、
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地下仓库，还有就是3号码头仓库。根据监控录像分析，妖姬经常去的地方有3处：城东他父母家、城北小三的住处，还有城南码头附近。我们分头排查。走。之前那个毒贩子跟妖姬说毒品有点潮，我猜妖姬藏毒的地点应该就是3号码头。